你们都点的啥呀？我点了2个肉串，1个牛1个羊，然后还点了1个红菜汤。音乐。可以了，牛逼，可以。清完美，亮，完美，我的完美，妈呀！完美。Regort 啥意思啊？ Guinness 就是特别好吃的鸡爪。Norway Sock。你真的不是在乱翻吗？我不是在乱翻，哎，我你知道，就是学过俄语的人就能去当翻译吗？我觉得你好像不太能当翻译。为啥？因为实话说，我刚刚那个什么 record 我都没有听懂。居然觉得我当不了翻译，天哪！我告诉你啊，你在这个国内的4星级酒店或者以上酒店，你入住的时候，你会看到 RT Russia Today， 你知道吗？就是这个 Russia Today 在国内落地的这个协议谈判，翻译就是我。真的吗？真的啊。然后这个你可以，就是天哪，居然觉得我当不了翻译，天哪！我去啊，就这样的。今天啊，我们来吃俄罗斯大串，然后吃着大串，跟大家一起来个这个一问一答。那我们就开始吧。对，需要介绍一下你。对，这个人是我们视频道的导演啊，他叫脚丫同学，他在网上整理了咱们小伙伴留下来的各种提问啊，所以他来问，我来答。是要先有饼叔还是先有视频道？视频道。为什么？本来没有饼叔，然后我们一起做了视频道，然后有了视频道才有了饼叔的概念。最近就是老有小伙伴提意见说，看了1年我们的节目都不知道该叫我啥。我觉得鉴于我们家有1饼、2饼、3饼，你们可以叫我饼叔，是不是？我觉得烤串还可以啊，还行，肉还行。魏先生，你说刚刚那个回答问题是怎么着了？不是咋了？来给你，可以他弄了2颗肉下来，我以为要分享给我。没有，我下意识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一些关于工作项的一些问题啊。饼叔每天吃那么多好吃的，是不是很爽啊？好羡慕呀！一点都不羡慕啊！你不觉得爽吗？没有啊，其实吃多了会很累的，因为你不能说这个事情似乎是满足欲望的事，然后就会很爽，但不是，其实拍着还挺累的。那你觉得累的话，就是为什么每次吃饭都是一个表情呢？因为有人说你吃饭有没有明显的表情来区别这个食物到底好吃或者不好吃？有啊，这个表情这个东西吧，它不是你故意要做出来的，就是其实是取决于你是否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它是很自然的一个表情。可能有的时候没有特别明显的反馈，就是很含蓄的时候。那你吃一个酸黄瓜，我看一下你的表情。这个酸黄瓜。这个就是做出来的表情。没有，这就是比较含蓄的表情，完全不自然。我觉得酸黄有点软。叔，你是怎么找到那些宝藏饭店的？这个其实找饭店的过程比拍吃播还要累，这一般就是我们秋啊，或者这个脚丫同学啊，对，他们会去这个各地去踩点，对吧？这其实你是知道的。其实就是尽你所能，无论是就是各种犄角旮旯都去找，花时间就能找到。就是无论它是不是宝藏店铺，它的口味都会因人而异，也会因老板而异。对，就是也会因时间而异。我觉得宝藏店铺这个概念，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开始觉得好吃，但是他老板后来他皮它了，他这个东西他就不好吃了。其实这个东西的味道跟老板状态关系很大的。叔，每一个地点的制作周期大概是多久？如果需要提前踩点的话，那么这么快的更新速度，是不是不止一个外派团队呢？这个问题问得好。对这问你俩啊，每一个更新的制作周期要多久啊？是不是不止一个团队？确实不止一个团队我是一个团队，他是一个团队，我们这就2个团队了。对。剪辑应该是7天，5到7天，然后拍摄的话基本上3天，不算路上。拍摄设备是啥？其实我们就是 A7S3，对，然后还有42号混凝土。100万后期的工作经验是多少？如何做到高审美？毕竟我们对主持人没啥兴趣。工作经验，我来。
4年，才4年，是4年吧？视频道做了5年，你工作经验哦，那就5年。如何做到高审美？广粤片儿知好歹。你应该这么说，应该说跟美的人在一起就高审美了，情商。下一个问题，情商，下一个问题情商。现在疫情过去，停了2年半的大保健系列还做吗？在做，正在等招商或者选一个比较可行的方式，能把这个成本 cover 住。不管什么方式，不管怎样，只要能做，只要有一线机会，我们就一定得把它拍出来。核心在于没钱。对，核心在于没钱。众筹怎么样？可以，啊。或者咱先垫付后众筹。摄影师有没有经验分享？视频道的镜头和画面质量都好高，我感觉简单的说，可能就是多看电影吧。多看多听多感受啊！就是你推荐2部给大家吧。那部叫《彼得罗夫的流感》，那部我特别喜欢。你有啥推荐的吗？我没有那么厉害。哇塞，不要这样，就是超脱，哦，超脱，特别喜欢。新哥推荐一部吧。去他妈的世界！牛逼。最近好几期没看了，少有前几年的突破了，慢慢也提不兴趣看了，因为美食分享类的视频逐渐同质化，从而对现有工作感到厌烦嘛。是这样的，你1周1更，甚至1个月，有的时候咱最猛的时候1个月8更，他妈张艺谋这么更你也受不了。大家有审美疲劳是很正常的现象。那你有吗？我也会有，就比如说咱们现在只拍吃饭故事，我拍这几个月之后我也会烦，这不这一集跟你水一期吗？叔，我想知道你们团队除了一些品牌广告之外，靠什么盈利？靠你们？不是，他是你这个问题问的就有问题，靠什么盈利？我们他妈的现在没有盈利。那我们是靠什么不盈利的？可能疫情期间正常发了工资啊。工作室缺只吃饭不干活的吗？这个不缺，工作室全是他妈只吃饭不干活的。下一个很关键啊，招人吗？摄像，但是想学一下你们的剪辑，其实就是现在后期老师要在这里打上4个大字：真儿哥那土。对，我们想招徒弟啊，是这么对，想招一个。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给我们发私信。说你现在是干着记者兼职 UP 还是全职 UP？我只能说我现在是一个 UP， 因为我的工作纪律要求，我不能透露任何跟我工作身份和工作内容有关的内容啊，就是在社交媒体上，所以说我现在就是个 UP 啊。UP， 咋能像丙叔一样那么有魅力，大脑性感，比喻连连？人，我操！第一次我操，这个马屁拍的，我操啊！就突然之间就，对，对，对。哎，你觉得你是个大脑性感的人吗？我还没做过 CT， 我他妈哪知道？说实话，问这个问题，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对呀，就当别人这么夸我的时候，我会特别紧张啊。朗仔，你可以夸我一下吗？夸你一下，你看看你，小脸那么可爱，今天累坏了吧？你是最棒的，哇！这是鼓励。你为什么要惩罚他？叔，你吃过美食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些？酸汤，就是凯里的那个酸汤涮那个肥腊肉，还有跟孙师傅那个杀猪菜，就那有20块钱加那一盆那肥的那个大肥膘，那个啥那个凉庆脆皮扣，那大肥肉。推荐一下北京正宗的俄餐，谢谢。你要是想吃烤串儿，我觉得其实这家我觉得这个烤串儿还行，但是除了烤串之外的这个，就我觉得就老井吧，老井还不行。你从就是做视频到现在大概胖多少？哎，我那天拿出来一条裤子，在19年的时候我在黎巴嫩穿的，那个扣子是这样的，就到这儿这个裤子就拉不上扣了。我现在距离19年应该还有大概有这么宽的距离。所以有人问你那个腰围是多少，我们量一下吧。腰是哪？腰，我操，腰是哪？哟，到这里。没上100耶，你看97.5，反面29。我怎么可能20的腰？不是腰。你不用那么勒啊，你裤子你1尺9，1尺1。还有个问题是稳重去哪儿了？稳重去哪儿了？那让大家看一眼吧。
干嘛？微博上面有个问题问说什么时候开除文仲？那我们再去一下，替大家问一下文仲什么时候开除他。走。干嘛？文仲，文仲。还有很多人问关于小城夜食记的状况现在是什么样的？你那个方案改完了吗？这个你重问，我真的没改完，我今天改完。OK 就是我们最新一版方案改完，这个月底，对，这个月底之前提交之后，然后应该24年会拍摄吧？啊。如果丙兵有丙兵哪个丙？如果丙兵有瞬间移动的能力，可以瞬移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你会选择哪里？那我们回到巴拉德罗这个海滩上，对吧？那白白的沙滩，那海风，然后那会儿巴拉德罗咱做了多那啥，那颜值还设计那个开灯呢，砰一开，然后那个画面就变了，那会儿多么的肆意啊！哎呀，哎，我好像从巴拉德罗跳过崖，那画面还有是吧？有。真的要这样吗？真的。这样不好吧？没什么不好，咱在 B 站干了快1年了，才5万粉丝。你说我长得也不好看，还有脖子，不跳作甚？跳吧，招仓跳了，唐塔也跳了，跳一步海阔天空。让你说实话，到底爱不爱吃肉？哎，那你最不爱吃哪种肉？有个人问。我是不吃牛蛙的，我是不吃蛙类的。蛙肉。叔，你压力大吗？叔好几年了，累不累？压力大不大？还好吧。不会感觉到疲惫？没有啊，我经常会感到疲惫啊。那疲惫怎么办？喝雪茄了。你的快乐好简单啊。我的快乐简单，但他妈不便宜。2年前，这地方是交火的中心地带，很难想象当时这是一幅什么样的场景。食频道这个名字我自己都不知道，食频道这个名字。然后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个原来在这个玉渊潭南路上有那么一家馆子叫食频道，频是电视频道的频。哎，我说那就叫食频道吧，把这个频改成贫嘴的贫，因为这里面我要不停的输出要说话。所以这家店还在吗？这家店现在不在了，现在换成一个北京菜了吧，还是换成烤鸭馆了？我忘了，反正不在了。叔觉得做 UP 主以来最有意义和最困难的分别是哪个时刻？你有离别焦虑吗？什么叫离别焦虑？就是那种分别的时候就会很焦虑。等一下，这个问题是最有意义和最困难的分别。不是分断句两个，不是我真的以为是说分别，因为我脑子一直在想离别焦虑。好，所以他最近有离别焦虑。我有离别焦虑，因为我最近很喜欢刘昊然，我把刘昊然所有的电影都看了。然后有个电影是就《四海》里面就讲了，他爸爸说他有离别焦虑，让他儿子不要送他。刘昊然是谁？最有意义的，你会发现有很多不同的人都知道你，然后大家都会看你的内容，然后你会觉得你这几年你每天奔波在外，这些是没有白费的，而且大家记住的是我，而不是这个，不是我的意思是记住的是我，而不是就是大家记住的是。就是记住你，没有记住他们。别解释了。好的好的，我有个同事，他在那个武汉高铁站那个广场，他要去飞航拍。他就飞航拍，然后那个武警不让他飞，他说他是不能飞，说不能飞。他看到你不是，然后后来那个他就跟那个武警去套词去聊，后来武警说他们都在看丙叔，然后那人说他认识丙叔，我就说好，那你飞吧。然后那一瞬间，我操，我觉得超牛逼，真的。我们做的很多的内容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然后也让大家记住了，就这点给我们机会去做更好的内容。对。那最困难的呢？最困难的应该就是2022年的年底吧，就是那会儿是最难的时候，一度都干不下去了。有没有可能邀请素人或者铁粉一起探店吃喝？那应该邀请我啊。对，这不就邀请你？以后，哎，
大家如果喜欢这个脚丫同学来这个一起来探店的话，咱可以这一集，比如视频点个赞，对吧？咱点赞多少，下次我俩再一起探店。点赞多少？点赞1万，我说有点赞的就行。有点自信好吗，哥哥？怎么也得5万吧，对吧？点赞5万。就大家说你的镜头很高级很多说对什么镜头语言有设计啊，然后什么之类的，所以是没有的嘛。一些特殊的角度或者特殊的运动，让大家觉得这个镜头带了情绪了。啥叫特殊的运动？就比如南宁那期陈仔出摊的时候，那个跟随很意外，我当时也没想到能拍到，因为当时丙叔开着车拉着我，然后就其实是丙叔已经先过来了，但是陈仔被拦住了嘛。掉头。当时拍到的时候，这个画面太他妈带感，很多时候就是这样，镜头一出来，调子就定了。比如说拍二人转的时候，我就先去跟了他嘛。他演完到后台来的时候，他那个累的那个样子，太有戏剧感了，太有电影感了，整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调子就定下来了，一定要拍他。那你平时怎么选 BGM 呢？我突然发现现在有音乐了。没关系，然后这个音乐还挺舒缓的，没关系。哇，放在我们的结尾很合适，对吗？可以有一种淡淡的哀伤。就是最有意义的那个男人走了。对，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分别。首先是肯定听得多，听得很杂。首先就是你在阅片的时候，你会留意里面的配乐，你会留意。你可以在看完一个电影以后就看它的原声大碟，然后就是在听到然后听到音乐的时候，你去尽可能的想象画面。还有就是那种我们以前自己很喜欢的音乐，就比如那个小城一最后一集那个大凉山那个四季的问候，其实是有一次拍完某期节目在丙叔的车上电台里听到的。当时我听到这首歌，我操，这也太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让你。然后当时拍完大凉山之后，我就觉得我用在这里简直是太合适了。这首歌我在朋友圈分享了2次。过来。视频到最后会是什么样子？你有想象过这件事情吗？我理想中可能会有一批非常忠实的朋友吧，真正的知音吧，大家会一直在一起，那就拭目以待吧。拭目以待，我觉得可以作为结束。当然可以，因为是4个字的嘛。因为是4个。那得成对儿啊！就他一个4字，是不是有点孤单？所言极是。拭目以待。